男孩买了一张新渔网，在湖中用竹竿把它撑开，靠着这张新网捕到了不少鱼。时间回到这天早上，自强削了几根带尖头的细竹竿，用藤条捆扎起来后，先送下了湖边的坡道，而后来到屋内，拿上新买的渔网，来到了竹筏上，把准备好的竹竿也一并放到竹筏上，离开岸边，向着湖心驶去。经过自强的挑选，选择了一块稍小一些的水域停下。这里看上去像是一片湖湾，他解开了包着网的塑料袋，先把装着饵料的袋子放到一边，把连接了渔网的绳子绑在了湖边小树上。这时再滑动竹筏，渔网就会顺势被拉下水去。他要做的就是稍微理顺下就可以了。自强之前也是有用渔网捕过鱼的，但那张网是长条形的，今天的这张新网明显不一样。只见他把带来的竹竿隔开一段距离，穿过了网的底部，一路放下网，并放置好准备的4根竹竿，带着另一端的绳子绑到了对岸的小树上。可以看到这回的网有2条粗壮的主绳串联在一起，用竹竿抵住这2条绳子，就能把它撑开。看着架势起码有4-5米宽，如同一个巨大的口袋一般，静静漂浮在水里。这种网的捕鱼效率我们还不得而知，但下网的步骤可比之前的要麻烦得多，也是多亏了这段时间自强驾驶竹筏的技术有所进步，不然光要精确地使到相应的位置去调整这些网，并做到不让网缠到竹筏上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平整地铺开了整张渔网，自强把带来的饵抛入了水中，打上窝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鱼儿到来。等待了一夜时间，自强起了个大早，迫不及待地划着竹筏来到了昨天下网的位置。去到近处一看，网中果然缠了不少鱼，把竹筏驶到了里面进去，用桨捞起了水里的网。第一条就是只大胖鱼，耐心地解开渔网，收入到网兜之中。看起来今天的收获还不错，被网住的全是大鱼。绕过竹竿，划到最后一个网里，收好了这条鱼。他离开了这里，网就留在这，可以等过2天再来收一波。一段时间后，自强已经来到了街上，他得趁着鱼还新鲜，赶紧去卖掉。在老位置摆好摊位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收获还不错，整整5条大鱼。马上一位带着狗子的大哥来到了摊位前，狗子嗅了嗅鱼，舔了舔主人的胳膊，示意主人快买，这鱼好吃。狗子的眼光还是挺准的，这鱼别的不说就是新鲜，刚捞上来还没半小时。村民们3-32两前来购买，很快在隔壁大妈的支持下收完了今天的货。第2天，自强又划着竹筏回到了这里，用桨挑起底下的网看了看，却是毫无收获。清理掉飘来的垃圾，他拿起装着饵料的袋子，看样子不下点本钱，这些鱼根本就不来。给网的各个角落都照顾到后，接下来就得交给时间了。又是等了1天，自强带上了背篓和网兜，再次来到了这片网前，打了窝明显就不一样。一过来就看到条活蹦乱跳的鱼陷在了网里，有了之前跑钓鱼的教训，现在他都谨慎得很，每次都要把鱼半截放进兜里，才开始为鱼解开下半身的网，放进去后再用脚踩住，这样一来鱼再蹦跶也无济于事了。沿着网的中线一点点往前找去，见到的鱼被他一一收入兜中。不远处还有专业渔民在作业，相互之间并不打扰。收好了今天的收获，自强划着竹筏回到了住处，在岸上的小树上拴好藤条。他带着鱼放到了家门前，进去换了身衣服出来，并吃了点昨天未吃完的山药，稍微安抚一下饥饿的肚子。拍拍手，背着背篓向着村子走去。今天难得是个大晴天，
一扫往日的阴霾，似乎连空气都活跃了几分。自强来到老位置，摆下了摊位。今天的鱼比昨天还要多，数了一下，大大小小有9条，摆成排的鱼很快就吸引了路过的人注意。一位背着孩子的大哥下了摩托，从他这买走了2条，找过了钱。自强重新把被风吹起的塑料布摊好。昨天刚在自强这买过鱼的小姐姐看到他今天又来卖鱼，昨天的吃了还不错，这回决定再买上2条晚上吃。村民们络绎不绝地上前购买，很快就卖完了今天的鱼。从这2天他卖的货可以看出，自强俨然是一个称职的小渔民了。男孩问阿婆进了一些豆瓣菜，拿到街上售卖给附近村民，靠着差价赚了点小钱。这天一早，自强来到了一条小溪前，这里靠近一座桥，一位阿婆正在忙活着什么。自强上前和她交谈，得知这些在水边生长的豆瓣菜都是这位老奶奶种的，看上去鲜嫩得很。自强打算从她这进一些货，拿到街上去卖，谈好了价格，付了钱给阿婆，拿出柴刀准备开始收割，沿着根部将这些豆瓣菜割下，一束束地收进背篓之中。这里一齐齐的被阿婆种了很多，足够自强采满这一背篓。这种野菜一般是生长在山涧、水沟等湿润的地方，而且对环境以及水质的要求都很高。这位阿婆就很会挑地方，种出来的豆瓣菜颗颗水嫩，自强只是割走了茎干以上部分，根部被他保留了下来，而且每一丛都留了一些完整的野菜，保证过段时间能重新长出来新的嫩芽。没用多少时间就割了满满一背篓，收拾好东西，自强背起这筐货，穿过小溪，来到了村子里，找了个位置，将这些野菜倒了出来，干脆堆在一起，到时候顾客要多少就自己抓。骑着小电驴路过的村民看到这些豆瓣菜也算稀奇货，打算买上一些换换口味。这些菜看上去很多，但一袋一袋卖出去，很快就去了大半。接下来又来了几人之后，3两下就卖完了今天的货，也不用算账，因为是按照一袋多少钱卖的，大概也能知道今天赚了多少钱。虽然不多，但每日看着钱再变多也是不错的感觉。回到家中，拿掉卡在门上的简易门栓，自强进到屋内。这时候已是下午，他摸了摸饥饿的肚子，打开锅盖，里面没有剩下的东西可以吃，倒是第2口锅里有条昨天钓的鱼还放在这，那么就决定吃它了。先把柴架好，点燃了灶台，自强提着刀来到了屋外，在一旁的树林里随手砍了一截树枝下来。一段时间以后，等到柴火都变成了炭，自强把串好的鱼放进了灶洞里，利用炭火的余温慢慢烘烤，时不时还要用竹筒对着里面吹下气，防止底下的炭火熄灭。烤了有一些时间，自强把鱼拿出来瞧了瞧，看上去应该是差不多了。不过在吃之前，他先换上了舒适的小拖鞋，把雨靴插到了一旁的树枝里，这是他一贯的做法。倒着放可以快速排干里面的水分，还能利用灶台的余热顺带烘干一下。出了门来到坡下，水位线已是越来越低，离水面这段路也是越来越长了。随着季节的轮替，原本在湖岸底下的小树苗长出了嫩绿的叶子。自强来到竹筏上，洗了洗自己的手和脚，在吃饭之前洗手，这是个不错的习惯。回到屋里取出烤鱼，闻了闻，香气扑鼻。其实对于饿了的他来说，什么都是香的，更何况是一条烤鱼。从木签子上取下，尝了一口，好吃，也不用放到其他地方，因为鱼皮上本就都是炭灰，只是简单的用竹片刮了刮已经碳化的鱼鳞，让整条鱼看起来干净一些。本就鲜嫩的鱼，搭配这种原生态的吃法也算是美味。一口气吃完了整条鱼，没有放过一丝鱼肉，
连头上的肉都吸吮了下来，再无可吃的，才把鱼头丢进了灶台里，看了眼自己漆黑的小手，提了瓶水来到台子上，清洗完手，又喝了一点，吃饱喝足，满足得很，回到屋内放下水瓶。爱干净的自强又拿起了扫帚，将灶台附近打扫了一番。在这荒郊野外也无处可玩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男孩在山里的一条小水沟里设置了捕鱼陷阱，最后还是靠着一双手摸到了不少鱼。这天外界刚下过一场雨，群山还萦绕着雾气，自强在屋内烘着自己湿漉漉的手。虽说最近天气已经开始转暖，但早晚还是有些凉的。看了眼屋外雨已经停了，自强拿起胶鞋换下了小拖鞋，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带着网兜出去看看哪里能搞点货回来。背着背篓出了门，拿起一根竹竿当作门栓卡在了门缝里，这是为了防备有什么野兽闯进屋子吃了他留下的食物。离开了屋子所在的这片树林，来到了大山之中，这里有一条小水沟缓缓流过。自强抬眼观察了下水里的情况，意外地发现在杂物堆积处居然藏了一条鱼，赶忙下到溪流中按住了这条鱼，抓起来一看，是一条还不算小的鲶鱼，先收进网兜之中。正当他背回背篓想要走，看到小小的水沟里还有其他鱼，摸了一阵却是被溜走了。这可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来抓这里的鱼。观察了下周围的地形，他已经有了主意。自强决定砍上一些竹子，制作一个和上次差不多的捕鱼陷阱。在当地的山林里，别的可能不好找，但竹子却是随处可见。丰富的资源导致自强每次想制作点什么，第一个想到的材料就是竹子。由于这回的水沟不大，用到的材料自然也不用太多，随便放倒了几棵应该就够了。砍掉顶部稍细部分，只保留了茎状的主干，再次挥动柴刀，将竹竿分成了一段段相同的长度，并将它们劈散了开来。之后又搞了一些一端尖锐的木锥子，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水沟里，挑选了这处水流最窄的位置，在2块石头之间放入了一根竹筒，接着在其下方整齐地拍了6根木棒进去。还是和上次的方法相同，在立柱上绑上横梁才算牢固。正当自强在认真缠着藤条的时候，一条鱼快速地从水流里游过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已经为时已晚，看样子得加快点速度了。眼睁睁看着鱼溜走的滋味不好受啊！绑好了3根横梁，自强拿来劈散开的竹板，先铺了2张在底部，接着又在2侧各自围了1张，最后用藤条捆扎牢固。起身看了眼这个简易的陷阱，总感觉不太满意，但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有鱼没鱼就看运气吧。收起东西正准备走，好巧不巧又看到条鱼在水里游着，直接冲了上去，一把将它捞起。真不错，在这小水沟里这也算条大鱼了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自己去上游看看能不能再抓到一些。沿着水道一路向上游寻去。果然又给他逮到了一条。这种岩缝底下一般都是鱼儿最爱的藏身之所。自强摸了一阵，还是给这条大鱼跑了。随着他在水底的搅动，水变得浑浊不堪，已经看不清水里的情况。得亏了这里由于高低的落差，天然的形成了一片片小水潭，里面的鱼想要跑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最终在石头缝里找到了这条鱼，将它揪了出来。继续往上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才又发现了目标，一条大黑鱼静静地待在杂物底下。自强决定认真对待，他放下了背篓，脱掉了雨靴，势必将它拿下。不过这鱼躲在杂物底下也确实不好抓，只好先把它赶了出来，再一把按住，甩到了岸上，用手直接抓鱼的感觉着实比网鱼要来的刺激。自强也是乐在其中，刚放下网兜，身后一条大鱼一闪而过，他并没有看到，依然沿着岸边摸了起来，
还好转过一道弯。他也发现了这条鱼的踪迹，把手伸进烂树干的底下，摸是摸到了，但手不够长，只好来到上面，整个人钻了进去，结果也是没抓到，反倒是出来的时候，衣服和裤子都湿透了。自强丝毫不在意，立马又钻进了边上的杂草丛里，不一会整个人都消失在了里面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艰难地抓到了这条大黑鱼。放好了鱼，自强又钻回了这个洞里，看样子里面还有货。果不其然，和鱼斗智斗勇了好长时间，又抓出来条大黑鱼，把鱼放进网兜里。自强摸了摸饥饿的肚子，他想了想，也该回家了。穿回鞋子，背起背篓，顶着水淋淋的衣服往回家的路走去。不像其他的孩子，家中不会有大人来教训自强又弄湿了衣服，孤身一人的他怕是得不到这种关爱了。男孩又跑到山里挖笋了，这回他带了专业工具，漫山遍野的笋被他挖了个爽。这天清晨，自强刚从床上起来，抬头看了眼今天的天气，摸了摸惺忪的睡眼，他觉得这样的阴天很适合外出，既不会太热，又没有下雨的麻烦。于是他回到屋内，换上了胶鞋，背起背篓就出了门，一路来到山林之中。这里但凡是阴雨天，山头就会布满云气，看起来仙气满满。他沿着山道往里走去，路过一处山涧，这里有别人留下的半个瓶子，自强捡起来，随意的用水洗了洗，舀起半勺水喝下。本就渴了的他，只觉得这山泉水凉爽清冽，一口气喝下好多才停下，倒掉多余的水，又在水潭里当了下瓶子，重新放回到了原处，这样也能方便下一位路过的村民喝水。在岔路口辨认了下方向，自强重新出发。今天的目的地是之前有去过的那片竹林，离上次来挖笋已经过了好些天，这回应该又长出了不少新笋。路过的地方看到已经有人在这挖过，自强继续向里，避开了拦在路上的大树干，却没躲过不知道谁丢在这的木棍，捡起来一看，应该是别人给挖笋工具用过的木柄，离开时带起来不方便，就丢在了这。自强本就打算要去找一根，正好拿来就可以用。为了今天来挖笋，他也是问相熟的村民借来了专业的铲子，组装到一起，试了试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有了趁手的工具，自强沿着路边开始找起了竹笋。刚没走几步，就在拐角处发现了竹笋的脑袋，找的就是这种还没有完全露头的笋。要是等到它长出来到地面之上，就没有那么鲜嫩了。砍掉根茎处稍老部分和尖上的一撮，收进背篓之中，还不错。第一个地方就找到了2株，这里的地已经被人翻得乱七八糟，但这时正是出竹笋的时候，挖完了一批，又会新长出来一批。这边刚挖出来一株，马上又在边上发现一颗新的，这种源源不断挖不完的感觉真好。利用这个形似洛阳铲的铲子，挖出一个直达根部的洞，再使劲掰2下，一根笋就被完美的挖了出来。可以看到这根比起刚才的要大出许多，要是每颗都这么大就好了，但一般的挖出来有这个1半大就不错了。在这静谧的竹林中，自强仔细地盯着地面，一寸寸地搜索过去，得益于此处松软的土质，不仅竹笋长势良好，连挖起来也轻松不少。哪里有竹笋，自然逃不过自强的眼睛。这里小小一块地方，更是有好几株，连忙卸下背篓，准备专心对待。而这时里面已经装了小半筐，看样子挖了这里的几株也差不多了。自强从下往上开始挖掘，挖出来的先放到一边，还有其他的等他来挖。一阵忙活，挖出了全部的3株后，又来到了附近找了1株，放到一起，全部砍掉笋尖，放进背篓里。这时已经装了满满一背篓，本以为他要走，没想到是继续往坡上找去。最后在挖了1株后，自强也意识到了恐怕要装不下了，于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了地上，重新叠放整齐。这时刚才砍掉笋尖的操作就看得懂了，原来是为了节省空间，能放下更多的竹笋。
整理好了所有东西，自强用柴刀把铲子从木棒上退了下来，道理和捡到的时候说过一样，一切为了带着方便服务。现在这筐笋已经非常的重，自强勉力的想要站起来，不料立马摔倒在地，解开背篓，尴尬地摸了摸脖子，看样子是没有预估好自己的力量，那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重新把笋放回去。再次起身的时候，自强要仔细了许多，调整好角度，一把就站了起来。不过这次的货也是够重的，在山里行走要小心了。一路无话，他安全地回到了村子里，在老位置将竹笋码放整齐，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下了。但没用多少时间，一位大姐就靠了过来，买走了一袋子。接下来村民们络绎不绝地上前来买。只花了大半个小时，就卖的只剩下了几颗，想了想收进背篓里，待会拿回家自己吃。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